来来来，川书人讲皇宫秘闻，世家八卦。当今圣上小时候贪玩，在御花园墙角掏蜈蚣，反倒被蜈蚣咬了屁股，疼得哭天喊地，还是太傅连夜找太医来治的。你说可笑不可笑？这姑娘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当众编造玩笑，调侃圣上。无妨，这姑娘有趣，敢说别人不敢说的。且再听听。这事他怎么会知道？是谁泄露此事？走过路过不要错过，大家快来看呀！妍妍，咱这样大张旗鼓的肆意卖瓜，真的不会被抓吗？别人川叔不是身份高贵，就是实力强悍，我川叔就是没身份没靠山的说书乞丐，还得靠龙荣人婆婆卖茶帮衬。要不是你可以随时查看书中情节，我还怕吃不饱饭呢。哎，小姑娘，真的假的？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当然真的，我还会算卦占卜。买杯茶，再给你们讲个新鲜呗。茶水好了，3文钱一碗。来来来，下一个。假的我也听了，图个乐呵。对呀，郑国将军、副大将军凶名赫赫，其实是个妻管严。上周藏私房钱被夫人堵在书房，淹得像颗大白菜，连官帽都被扔了，至今还不敢抬头见人。而这户部官员欲调配边境粮草，却紧张的御前失礼，吃了闭门羹。姑奶奶，我且算了一卦，这2人必然会在朝堂因粮草一事争执对峙一番。傅京、张志和这2个家伙却是因为粮草一事，连着2日在朝堂上吵得真头疼。朝中之事他如何知晓？此女言语怪异，申请你找时间去查证，切记这事不要声张，以免造成麻烦。小怪，这位气质轩昂的挡路大叔是谁？妍妍，这位是永宁侯沈岩。哪来的2个声音？这分明无人开口。他也是你亲爹，今天有机会认亲成功哦。荒唐！本侯就禹安1个女儿，什么时候多了1个？为何我能听到这位姑娘的心声？难道她做了什么手脚？实在怪异。这是我爹，那为什么是有机会认亲成功啊？你爹并不知道，当年侯府遇刺时，你被府中忠心仆人抱走，幸免于难，可却还是被人调包了。既然如此，我该如何证明呢？你耳垂上有痣，这件事只有你母亲与府上管家知道，但是你脖子上一直戴着的平安玉佩，可是永宁侯当年亲手戴上的，你掏出来给他看就是了。耳垂上的痣，平安玉佩，所以你是说18年前侯府遇刺，我被抱走躲起来了，现在侯府那个是假千金？好狗血的剧情啊！这玉佩乃是当年我向皇上求来的吉祥币，我只当是遇刺时丢失，没想到竟然在这儿。他的眉眼倒是有几分夫人的模样，此事来得怪异，我暂且留住这姑娘，细细查证。姑娘，我乃永宁侯，昨日有幸听见你算卦，不知可愿登府为本侯算上一卦？快去啊，妍妍！侯府奢华气派，有数不尽的金银财宝，够你和苏婆婆活好几辈子了。我回去要是又遇上刺客，没能逃脱怎么办？我可不想交代在这儿。快去吧，我检测到侯府有大瓜，可以帮助我们升级，而且你现在出发还能救下你娘，她有危险。啊，这位客官，您小心。小怪，你别胡说，我娘能有什么危险？有人给她下药，她马上要成哑巴了。姑娘，挂金认手，肯否即刻动身？早听闻侯府气派，能去拜访实乃荣幸。走吧走吧，快走。你是谁？如此大胆，胡作非为！耶，精准命中100分。呼，还好妍妍你眼疾手快，晚一步你娘可就要被毒哑了。你可听见什么声音？回夫人，没有声音。夫人，你没事吧？侯爷，我没事。他是谁？我叫青妍，是侯爷请来的卦师。妍妍，你怎么不直接认亲，说你才是他们真正的女儿？你只要露出你的耳垂给温夫人看就可以了。这事不急，你现在当务之急，先告诉我究竟是谁要毒害我娘？原来是他的心声。等等，这颗痣，难道不对？
天底下有志之人何其多，更何况这新生可能是什么行骗的邪术。青言，你砸碎茶杯可是有什么异常？他送的茶水里有哑药，派人查验便知我所言。奴婢冤枉，奴婢万万不敢做出对夫人不利之事。妍妍，这丫鬟背后的主使便是康姨娘。前几日她被你娘当众训斥责罚之后，丢失了脸面，心生怨恨，于是花钱买通了这丫鬟。我前几日确实训斥过康氏，难不成这女人真的心思狭窄，意图害我？有钱能使鬼推磨，这个康姨娘就不怕事情败露吗？当年你爹娶她只是权宜之计，这个康姨娘在府里不受宠，早就勾搭上其他权贵想跑了。临走前教训一下你娘罢了。哼，等大夫查验之后，我看他们如何狡辩。没想到居然养虎为患，差点害了我夫人。去把府中的医师叫来。侯爷、夫人，此茶中确实含有哑药，若饮用不出半个时辰，便会失声。给我狠狠的打，打到他说实话为止。说，康氏，这姑娘的心声竟然又应验了。把这刁奴和那毒妇一并打残了，丢出侯府，再将二人的罪行张榜公之于众，免得外人诟病我永宁侯府不近人情，有失公允。竟叫这丫头说对了。那么，多谢青言姑娘相救，我看你面善，不如先留在府内，我好生招待招待。多谢夫人。侯府果然奢华大气，我娘也温柔貌美，实在是便宜了我爹。小怪，现在是什么情况啊？我爹脸色不太好啊，我娘又一直盯着我。你看着吧，至于你娘，她发现你的痣了，正在打量你。侯爷匆匆唤老奴过来，有何吩咐？18年前侯府遇刺，若非你忠心护主，我女儿怕就遇难了。这份恩情，本侯一直记在心里。但你抱回雨安时，她身上的玉佩却消失了，你可玉佩何在？玉佩并非老奴私吞，当年情况紧急，老奴实在无暇顾及。许是什么？逃跑时丢失了，被人捡了去。原来是要查我的身份，难道我爹在怀疑这位老管家？老管家忠心耿耿，这莫不会要让他寒心？我真是年纪大了，都出现幻听了。不对，现在侯爷怀疑我拿了玉佩，我怎么证明呢？侯爷，您应该知道老奴的秉性，是断不会做出私自昧下主子东西的混账事儿啊！侯爷，管家这多年在府上做事，其心可见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你先起来吧，本侯并未怪你，你可记得起来当时有什么异常？当年逃亡之时，老管家曾抱着你四处乞求食物，路过酒庄时，恰得一位妇人帮助，他还把酒当成水喂给你了，所以你睡得沉，被调包时不哭不闹。又有声音，莫不是神明在助我？没错，那妇人。哎呀，老奴想起来了，当年逃难时偶遇一妇人热情相助，还在老奴解手之时帮忙照看小姐，但老奴回来时发现她正匆忙为小姐穿外衣，莫非他趁管家去解手，将你与另一女婴调包？张管家动作快，他只换了外衣，却没见到包裹在内里的玉佩。一朝狸猫换太子，这妇人为何要这样做？和侯府遇刺有关联吗？是的，他背后之人就是那群刺客的主使。你可记得那妇人的模样？多年过去，老奴只记得她衣着不像普通人，像是外府人家的乳娘，后来再没见过。如果青言说的是真的，当年的行刺以及那妇人得重新调查。本侯偶然得知，有人私自调换了我的孩子。当年你带着小姐逃亡的始末，以及那枚玉佩的去向事关重大，你需如实道来，不得有半分隐瞒。什么？有人私自调换了我们女儿？那么雨安是谁？她可是管家亲手抱回来的孩子。如此说来，有一事老奴觉得怪异。逃亡时，老奴曾拿帕子为小姐擦脸，瞧见小姐耳垂上有颗痣，只是什么？后来未曾见过雨安小姐耳垂上有痣，老奴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看错了。难怪雨安右耳垂上无痣，我还当是他长大自然消退了。看来小怪说的没错，我真是永宁侯嫡女。这个永宁侯人缘未免太差，
我要是回府不会有危险吧？你这颗痣。本侯无意发现青岩脖子上戴着那枚玉佩，于是心生疑虑，派人暗中查探，得知他自小便无父无母，在朱雀街流浪乞讨，想来她便是我们真正的女儿。青岩，你受苦了，本侯绝对不会放过这有心之人，往后定护你周全，你就回府安心住下吧。都怪老奴让奸人有机可乘，害小姐白白受苦多年，请侯爷和夫人治罪。罢了，你多年忠心耿耿，这事不能全然怪你，去为青岩安排内务吧。张管家，以后可长点心吧。我爹厉害啊，靠着这一丝丝线索就理清我们的关系。不过这背后之人居然是我爹的好友兵部尚书林文渊。为了扳倒我爹，假模假样这么多年，真是费尽心思啊。林文渊，怎么会？侯爷也可听见这心声，那他所说的是？夫人你也能，可青岩的心声目前从未出错。那被打出去的丫鬟却听不见，我本以为是我的幻听，这事玄乎得很，你当如何应对？林文渊是我多年好友，这件事我得好好查查了。青岩的能力特殊，应当紧紧看在身边，以免被有心之人利用了。青岩，你既然已经回来，侯府嫡女身份自然是你的。然雨安那孩子跟我们生活多年，乖巧善良，你可愿与她姐妹相称？我不介意。那我可否将朱雀街那位帮衬过我的龙人苏婆婆接回府照顾？有什么好介意的？我正巧多个伴儿。从今日起，你便是我永宁侯府的嫡女沈青岩，你想做什么都由你。青岩，快看，那个穿淡青裙子的就是沈雨安，侯府养女。哎，谁在说话啊？不是吧？占了我18年侯府千金的身份，居然这么纯良漂亮，剧里真假千金为抢位置都是心机用尽。她这副样子，怕不是装的吧？得试探试探她。我要不然假装摔进池塘，她要是不救我，我就装绿茶说她推的我。你这就是伤敌1000，自损800。你就是青岩姐姐吧？我是沈雨安，这是我刚做的桂花糕，你尝尝。雨安妹妹手真巧，只是我刚蹲久了，腿有点麻。姐姐小心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摔着？我没事，呵呵。多亏了你，刚才真是吓我一跳。你失去嫡女身份，不仅不怨我，还救我，真的是心善，真就半点敌意都没有。该不会救我，其实是想用吃的直接毒死我吧？放心吧，妍妍，这个没毒，而且你刚才装的也太假了。能继续以养女身份留在侯府，陪着父亲母亲，我就很知足了。姐姐能回来，我实在高兴，怎么会怨你？以后你就是我妹妹，侯府里有什么事儿，我罩着你。哥哥事务繁忙，等晚上我带姐姐去找他玩。没想到他这么好相处，以后在侯府就有搭子了，爽！陛下驾到。沈清，朕听闻你寻回爱女，特意过来瞧瞧。陛下，今日微行，不必多礼，坐。哎，这不是那个谁吗？哇塞，原来这就是曲国的陈弘帝啊，果然气宇轩昂。哎，你分明没有开口，怎么会？这皇帝大叔怎么了？喘不上气儿，护驾！陛下，来人啊！朕要驾崩了！好了，朕好了。陛下，可是能听见青岩的心声？莫非沈清也能？我夫人亦能，意图不轨之人却听不得。看来这心声不可说破，更不能让正主知道，否则会当场毙命。想必正是如此。陛下，
这是微臣的亲生女儿沈清妍。当年侯府遇刺，她被人调换了，这么多年在外流浪吃苦。哦，陛下圣体安康。好啊好啊，都坐下说话吧。要是这能听到新生的能力能用到朝堂之上，帮我肃清朝野，那齐国以后必将更加强盛了。沈清这个女儿看着就聪慧机灵，是个可怜的孩子。要不清妍到宫里住上几天，她与公主皇子们年纪相仿，必然能玩到一起去。皇后也能教教她世家小姐的礼仪规矩。进宫学规矩，教导主任还是皇后，天哪！皇上必定是想借用清妍的能力辨认忠奸，但清妍毕竟刚认回来，之前受了不少苦，我只希望她今后平安快乐，无忧无虑就好。清妍，你可想去皇宫？妍妍，快答应啊！进了皇宫，我们能吃更多惊天大瓜。难道你不想看到精彩万分的色诱情节，还有紧张刺激的捉奸现场吗？爹，我想去。那微臣就替小女谢过陛下了。朕与你父亲自幼一同长大，情同手足，朕一定好好招待你。听闻永宁侯找回亲生女儿，陛下欲将带回宫中，让姐姐您教导规矩。哦，妹妹消息倒是灵通，只怜妾身膝下无一子，教导孩子这事帮不上姐姐的忙。不劳烦妹妹操心，你只管好好服侍皇上就是了。陛下驾到！见过陛下。免礼，都坐吧。这就是清妍吧？本宫与你娘是多年好友，你在这儿不必拘禁。你就是永宁侯府刚找回来的亲生女儿吧？简直和温夫人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都是大美人，真是惹人疼。贵妃娘娘过奖了，臣女愧不敢当。妍妍，有大瓜，超大的瓜，马上就要爆了。看着清妍这般亭亭玉立，臣妾不禁想起我那7个早夭的孩子。若是最大的一个还活着，怕是跟清妍一般大，也能像清妍这般乖巧懂事了。贵妃啊，你莫要自责，当年害你那些流产的人，如今都已经得到惩戒，你就别再揪着过去的事儿折磨自己了。这拙劣的演技啊！那7个孩子不都是你亲手害死的吗？还在这卖惨博同情，真是惺惺作态，恶心至极。这么多年，皇家子嗣稀少，柳贵妃怀孕多次，却没能将孩子留住。本以为是宫中犯了什么忌讳，宫内上下都小心翼翼伺候，没想到竟然是她亲自动的手。怎么可能啊！柳氏素来温婉贤淑，极爱孩子，若非被人屡次下药推她落水，朕与她何至膝下空空了？皇帝叔叔可真是被他骗惨了，放着人美心善的皇后娘娘不宠，偏宠这个恶毒的贵妃。当年他为了整垮竞争对手，不惜拿自己的孩子献祭，食堂是他自己跳的，药也是他自己下的，全是装的。什么？怎么了，皇上？您脸色怎么这么差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哦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朕只是突然感到身体有些不适，不碍事。皇上，清妍回来是天大的喜事，臣妾也想讨一份欢喜，沾沾清妍的福气。皇后娘娘膝下除了太子，还有位6皇子，乖巧可爱。如今皇后娘娘还需要教导清妍，不如将6皇子养在臣妾名下，也好安抚臣妾多年的丧子之痛。臣妾一定会好好待6皇子的。皇后，这么多年，你始终压我一头，家世比我好，还有皇子傍身，我没有孩子，
你也别想安安稳稳拥有皇子，我一定要把六皇子抢过来，毁了你！这么多年来，柳贵妃仗着数次被陷害流产的事情，在皇上面前装可怜求恩赐，没想到她不仅亲手害死自己的孩子，现在竟然想把手伸到我儿子身上，真是狼子野心。六皇子尚且年幼，离不开本宫的照料，贵妃妹妹你就别为难本宫，也别为难孩子了。皇后娘娘，你就可怜可怜臣妾吧。起来说话。臣妾只是想有个孩子陪伴，弥补这么多年的遗憾啊。好了，贵妃，这么多年你都没养过孩子，根本照顾不了六皇子，此事就此罢了，不许再提。怎么回事啊？皇上因为我丧子的事情一直对我有求必应，今日怎么突然不好糊弄了？难道他发现了什么？不可能，我做的这么隐蔽。柳氏为何如此待朕？难道这些年来他对朕的情谊，那7个孩子的缘分，全都是假的吗？全都是他用来博同情争宠的手段？是贵妃竟然有过7个孩子，我这皇帝叔叔看着年龄挺大的，没想到挺厉害呀！啥？那7个孩子不全是他的？贵妃竟然红杏出墙了，这瓜也太大了吧！啊，不可能，后宫全是太监，就算想私通，也找不到正经男人呢。柳氏不可能背叛朕啊！哦，原来秦南就是太医院的陈太医呀！这柳贵妃身子不适，全是装的。叫来陈太医其实是通奸，次数多了就成了人人同情的病美人。可怜我这皇帝叔叔还费尽心思搜罗珍贵药材给他补身体，头顶真是绿得发光呢。来人！奴才在。朕身子有些不适，立刻去太医院叫陈太医来给朕瞧瞧，快去！这奴才遵旨。身子是该不适了，天天和毒妃在一起，身上都染上毒素了，那能舒服吗？等着看好戏吧。啊？什么毒？他身上有什么毒啊？还得是科技与狠活。这贵妃年纪也和皇帝舅舅差不多，都生了7个孩子，但是看上去还像个17、18岁的少女，皮肤细腻。反观我那叔叔，一眼看过去就知道是个中年老登，满脸沧桑，反差也太大了。这柳贵妃为了保持容颜，可真是下了血本，日日都要喝3大碗毒药，说是以毒攻毒，能维持容颜，日夜泡在毒药里，活彻称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毒妇，浑身上下都是毒。感情他红杏出墙陈太医是为了让陈太医随时给他解毒啊？那还真不是，他就是单纯馋人家身子，两人各取所需罢了。重点是柳贵妃这毒药的法子，她自己喝了没事，反倒有益，但是毒素积累过多会从体内散到体外，身旁的人但凡靠近半点都会染上毒素，等毒素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得毙命。这么恐怖啊！那这后宫岂不是成了一个毒圈？我现在反悔回侯府还来得及吗？这3个人到底怎么了？吃错药了吗？什么情况？我这倒霉的皇帝叔叔啊，不仅被戴了绿帽子，孩子不是自己的，还天天陪着毒妃，被迫染上毒素，真是太惨了。皇上，哎，别，你别过来！哎，别，大家怎么了？为何像离洪水猛兽一般避着臣妾？啊，本宫身子有些不适，怕传染于贵妃，所以离得远些为好。皇上，皇上，你别过来！你别跑啊！爱妃，你别过来！皇上，你别追呀！不跑我能追吗？你不追我能跑吗？哎呀，贵妃，那个，朕身体抱恙，真的不能靠近你，别太近，离朕远些好。算算时间，皇上和皇后他们身上的毒素也差不多该发作了吧？好戏马上就要开场喽！啊！一会儿陈太医来了，给大家都瞧瞧，怎么都不舒服上了。尤其是皇上，虚成这个样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这福宁宫风水不好。有劳贵妃担心了，希望陈太医看过这福宁宫以后能改变风水，一会儿掉风水就掉到你头上，看你还能笑不笑得出来。太医可没用，
想要解这种毒，只能在铺满寒冰的床上躺足3个时辰，这毒才能慢慢解掉。他们身上毒素积压这么多，排毒的时候怕是要遭不少罪哟。来人，快来人！陛下，奴才在。今日天气炎热，朕感觉火气很大，叫人备几桶寒冰来降降暑，越快越好，赶快去。奴才遵旨。朕天生火气大，尤其是今日格外燥热，需要冰块降降温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陈太医到。陈太医到了，有好戏看喽！参见陛下，参见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。这2个贱人竟敢在朕的眼皮子底下就上演含情脉脉，当朕是瞎了吗？今日朕一定要拆穿他们的奸情！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过来，给朕瞧瞧！陛下，您的身体十分康健，并无大碍，许是近日心神劳累过度，好好休整一番，再补补身子就好了。能有啥事？也就年纪大了，在子嗣那方面心有余而力不足，头上又戴了你这顶绿帽子，气得浑身不舒服，其他的自然都十分健康了。陈太医，你可知罪？臣不知。皇上息怒，陈太医医术高明，行为正直，向来恪守本分。您这般污蔑太医，怕是寒了太医们的心啊！贵妃这是向着陈太医在埋怨朕了。皇上今日发哪门子疯？往日里我这般求情，他早就不追究了。难道他真的发现了什么？臣妾万万不敢埋怨皇上，只是这么多年，陈太医一直恪守本分，尽心尽责。您要这么责罚他，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啊！住口！陈太医，有人偷偷给朕传话，说你在朕的背后与贵妃私通，秽乱后宫，这可是杀头的大罪。这么多年了，我一直都很小心，从来没有露出过马脚，怎么会被别人发现？不行，一定不能承认，承认了就是死路一条。陛下，臣绝不可能做出这种违背宗法、大逆不道的事情啊！臣忠心耿耿，一心为陛下，为太医院，臣不能死得这么不明不白的。回陛下，您可有证据？好青言啊，你快说，还有什么证据？要证据那还不简单，两人昨晚刚厮混完，陈太医匆忙之下穿错了贵妃的底裤，只要叫人扒了陈太医的衣服，一看便知呀。好，要证据是吧？既然你死不认罪，冥顽不灵，就别怪朕不客气了。来人，奴才在，把陈太医的衣服给朕扒了。奴才遵旨。不要，陛下，不要啊！臣冤枉啊！这下可坏了，这成何体统啊！刘贵妃，你给朕解释解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陛下，陛下，臣妾冤枉，臣妾不敢。你当朕是傻子吗？这件衣服朕闭着眼睛都能认得出来。陛下，这一定是误会，是陈太医趁臣妾不注意，偷偷了臣妾的衣物，简直是无耻下流。贵妃这么说，是朕误解你了。好，那朕就诛了陈太医的九族。贱人，分明是你先勾引我的！陛下，臣认罪，求陛下能放过臣的家人们。臣跟柳贵妃通奸数年，并非是臣一厢情愿，臣手上还有和柳贵妃私通的情书，柳贵妃绝非是无辜的呀，陛下。臣手上还有和柳贵妃私通的情书，柳贵妃绝非是无辜的呀。你这个贱人，竟然还留着这种东西！陛下，我冤枉啊，我冤枉啊！够了，来人！奴才在。柳贵妃下大牢，听候发落。陈太医五马分尸。是。臣妾错了，臣妾错了，皇上，皇上，臣妾错了。皇上英明，这2个人为非作歹，不知坑害了多少无辜之人。好在有青言在，
才得以整顿宫内风气。沈清言必须上朝堂。沈清言这孩子真是福星，有这个能力在，我虞国必然能够强盛。清言这孩子看着就聪慧，将来必有所成，想必也无需让人操心。皇后所言极是，朕听永宁侯说，清言饱读诗书，又会推算。木儿啊，你可愿意随朕一起上朝？啊，我能去吗？去吧去吧，上朝还可以见见世面呢。朕的太子愚钝，帮不上朕什么忙。你这般聪慧，朕就是惜才。朝堂之上有朕护着你，你不必担心。那臣女谢陛下赏识。来人，传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永宁侯府嫡女沈氏端会之礼，才识明达，今特册封为安宁郡主，兼掌朝堂记事，为御前史官，特赐殿内坐骑。钦此。太子到。父皇母后，慌慌张张，哪有一点皇家子嗣的气度？这就是太子，穿的金闪闪的，像只金蝉，但看起来并非像皇上说的那般愚钝啊。什么金蝉？谁愚钝？父皇说我愚钝，这是哪来的谣言？请父皇收回成命，我朝并未有女子上朝听政的先例啊。太子啊，这就是清言，你们要好好相处才是。见过太子。果然愚钝啊，未有先例开一个便是，格局真小，更像井底之蛙。原来是他在说话，看着柔弱，嘴却能毒死人。父皇，清言妹妹一介女子，这般贸然上朝堂，恐引众议。说你愚钝，你还不信？脑子怎么这么轴啊？太子，你无需多虑，清言这孩子聪慧，让他上朝也是为了替朕分忧。是啊，太子，你父皇自有自己的考量，你好好辅佐便是。父皇母后，你们怎么对一个刚相认的侯府小姐这样信任？这沈清言绝对有什么妖术，竟然让这么多人如此护着他。太子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对我有这么大的意见吗？小怪，快扫扫这太子身上有什么瓜。我堂堂太子，行事光明磊落，看你要如何污蔑于我。太子谈恋爱了。谁在说话？这个人怎么知道我谈恋爱了？太子殿下，臣女会算卦推理，见你面色红润，想必是有桃花之喜喽。谁啊谁啊，都把太子吊成翘尾了。这人是太史令家的小儿子。怪不得不让我上朝，原来压根儿就不喜欢女人啊！污蔑，天大的污蔑啊！请上天辨忠奸啊！然，此人是名男子啊！你，荒唐，成何体统？这可如何是好？先不说皇家传承的大事，下一任皇后总不能是个男子吧？太子身为皇家子嗣，应当顾及皇家脸面，三思而后行啊！父皇母后息怒，儿臣确确实实喜欢女人，清言妹妹莫要开这种玩笑。阿瑶那么美，怎么可能是个男人？哼，还装。太子倒也没有撒谎，只是那个阿瑶虽说是个男的，但心里性别女，素日就爱男扮女装。这个太子也太惨了吧！现在这人正在瑞玉街上，要是太子看到男装的心上人，就一切明白了。如此说来，太子莫不是被蒙骗了？父皇母后，儿臣还有要处理，先行告退。哎，太子，你这回可认可清言上朝之事啊？父皇英明，清言妹妹，我跟你赔不是。我方才是不了解妹妹，如今见识到清言妹妹的本事，自然是同意妹妹上朝的。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了。哎呀，今天真是吃得满满的瓜，看来后面还会有更大的瓜。前日陛下派人宣旨，特封永宁侯嫡女为安宁郡主兼这个什么御前记事官，今日这桌椅就抬上来了，看来陛下是铁了心的。女子为官实在稀奇，哼，也不怕闹出什么笑话。陛下驾到！
陛下，早朝乃国之大典，朝堂之上皆是中书重臣，议论的是江山社稷、黎民福祉，向来规矩森严。太傅有事，直言便是。陛下破例特赦永宁侯刚寻回的千金为安宁郡主，是为大义，可又任命了官职，准许郡主同堂秘录。臣觉得此事于理不合，于志有碍，斗胆恳请陛下收回成命。不是吧？第一天上班就遇到职场霸凌？哦，太傅说说哪不合，哪有碍？郡主虽贤，然金枝玉叶，身居闺阁，方合理制。今令其随朝听政，抛头露面于朝堂之上，于国体于归仪皆有不妥。且史官乃轻要公正之职，须不偏不私，秉公直书。郡主深受荣宠，再长史笔，恐难公正无私，后世逼笑我朝，史无公论。更何况女子入朝济世，亘古未有，有违祖宗惩罚。若开此先例，必乱朝纲，惹天下非议。臣蒙先帝重托，身为太傅，匡正朝纲，直言进献，乃臣本分。臣再次叩请陛下三思，收回成命。陛下三思。肃静！太傅此言差矣。小女虽为女子，却才识过人，秉性刚正。史官贵在心正笔直，与男女何干？陛下慧眼识才，臣还要替小女谢陛下信任。我爹说的对呀，太傅这个老古板，竟然敢这么跟皇帝叔叔说话。什么声音？臣冒死。朕意已决，太傅不必再见，起来吧。哎，小怪，太傅身上有什么瓜？给我把它扒光。谁？难道是安宁郡主在说话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要扒光我，成何体统？他想求成红帝赐婚，让他儿子娶兵部侍郎林家的小女子。想赐婚，还是这个林文渊的女儿？还有一人，为什么他们能知道我心里的秘密？太傅怎么会想着和兵部扯上关系啊？莫不是打着赐婚的名头结党营私？太傅是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太傅正直清廉，不过怎么会替他儿子求这门婚事？这婚事要是成了，轻则宅院鸡犬不宁，重则家破人亡。家破人亡？这林文渊的女儿，明面上瞧着和太傅之女情同姐妹，时常手挽着手说笑打闹，可暗地里她却欺负太傅的女儿。这次特地勾上了太傅嫡子，为的就是进府打压他的女儿，好让其众叛亲离。怎么可能？我的女儿被欺负了，她怎么不向哥哥求助？妹妹天天被霸凌者折磨，向哥哥求助，哥哥还觉得霸凌者是太爱自己了，嫉妒妹妹和自己关系好才这样的。今天我可算开眼了，见识到什么叫恋爱脑本脑。我的女儿。太傅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半天没个动静。启禀陛下，臣身为太傅，怎么说话还结巴，还哆嗦，还能怎么回事？替儿子求娶媳妇儿，太激动了呗。那毒闺蜜已经做了手脚，打算让太傅的女儿失身给他的小厮，再不回去拦着，家里可就一团糟喽。启禀陛下，老臣家中要事要处理，可否先行告退？我的好女儿，我现在就来救你。该死的林文渊如此教子无方，我晚些再跟你算账。这太傅方才还说你女儿的不是，现在自己却不顾理智走得如此匆忙，实在令人费解。太傅一生清直，未曾有过思念，所言不全无道理。林兄还是莫要躲在暗处嚼舌根，免得落人口舌。沈兄教训的是。太子殿下到。儿臣参见父皇。平身吧。今日怎么来的这般晚？儿臣处理了一些事务，故来迟了，还请父皇见谅。太子这是见到阿瑶的真面目了吧？太好笑了！而且他还叫人把他打了一顿，丢到垃圾堆里了，只因为对方得意洋洋地说太子自己愚钝，分辨不清，怪不得他，并且他不喜欢太子，太子一直以来都是一厢情愿。启禀父皇，儿臣听闻太史令的小儿子被暴打了一顿，丢进垃圾堆里。明明是你自己打的，这太子真是太逗了，被人欺骗感情不说，对方还是男的。啊！我儿怎么了？既如此，太史令抓紧回去看看吧。谢陛下，谢太子殿下。多有得罪，请太子殿下见谅。此乃永宁侯府，不可擅闯啊！
他们救救老奴！老奴罪不可恕，今日是来坦白一切的。求侯爷庇佑，林文渊要杀老奴灭口啊！你是何人？你可知构陷朝廷命官是大罪？侯爷，老奴名叫王桂兰，当年是兵部侍郎林文渊府上的奶娘。老奴今天来是要告诉侯爷，当年侯府遇刺，小姐在外逃脱之事，全是林文渊一手策划的。侯爷，当年老奴遇到的妇人就是她。你说什么？当年侯府遇刺是林文渊干的？他不是我爹的好友吗？为何要这么做？老奴所言句句属实。林文渊狼子野心，不满圣上重用侯爷，嫉妒侯爷手握兵权，深得信任，便起了歹念。当年他暗中派了刺客潜入侯府，想要重伤侯爷，伺机夺取侯爷的兵权。林文渊啊，林文渊，下错一步棋便满盘皆输。他怕是没料到这奶娘为了自保会来找我爹吧？刺客行刺未果，林文渊得知侯爷的女儿在外逃脱，便立刻派老奴去探听虚实，还给了老奴一包毒药，让老奴找到小姐后，趁机将小姐毒杀，永绝后患。多亏王奶娘心软，否则我死了，张管家就说不清楚了。老奴看着小姐年幼可怜，实在心软，便没有下手，而是在路边找了一个孤儿替换了小姐，编造了一套说辞，准备回去交差。可就在老奴准备交差当晚，无意间听到他与手下交谈，才知道他有多歹毒。原来我是孤儿，老奴听得清清楚楚。林文渊竟然与北境匈奴有书信往来，暗中勾结匈奴，意图谋反。他还说老奴知道太多他的秘密，留着迟早是祸患，下令要杀老奴灭口。老奴吓得连夜逃脱。你可有证据？口说无凭，本侯如何帮你？当时他趁夜里府内无人，偷了一封林老贼与匈奴往来的书信，以此傍身。侯爷，证据在这里。如今林文渊的手下已经找到了老奴的踪迹，老奴走投无路，只能来求侯爷庇佑，求侯爷为老奴做主，揭发林文渊的阴谋。林文渊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，陛下待他不薄，他竟然勾结匈奴意图谋反，还敢谋害我们的女儿。这么多年，我们两家的情谊就当是为了狗。你放心，你检举有功，算是功过相抵，本侯定会庇佑你。明日早朝，本侯便将此事奏禀陛下。这么多年，只当我识人不清，苦了青颜了。张管家，你带2个可靠的侍卫，将王奶娘带到侯府后院的偏僻厢房藏匿起来，派人24小时看守，不许任何人靠近，也不许走漏半点风声。若是出了差错，唯你是问。是，侯爷，老奴遵令。多谢侯爷，多谢侯夫人，老奴定不会给侯爷添麻烦，好好待在厢房，绝不外出。爹，林文渊手下心腹众多，我们只凭这一封收信能扳倒他吗？要不要再派人去搜集更多证据？这封书信乃是林文渊与匈奴往来的铁证，上面有他的亲笔字迹和匈奴使者的印记，足够定罪。明日早朝，本侯奏禀陛下，定能让他无从抵令。放心吧，林文渊这些年在朝中结党营私，早已引起不少大臣的不满。若是他在朝堂上反咬一口，说王奶娘是被我们收买，故意诬陷他，该怎么办？娘，百官知道爹与林文渊多年交好，平白无故没有理由陷害，再加上这封书信，林文渊就算有再多狡辩，也无济于事。太傅的小女儿前些日子被林文渊的女儿欺负，太傅一直记在心里。若是得知林文渊的阴谋，肯定会趁机参他一本，这样就更有把握扳倒他了。子阳，你立刻派人去太傅府，将此事告知太傅。太傅刚正不阿，定会帮我们说话。是，爹，儿子这就去办。我定会让林文渊为他所做的一切付出惨痛的代价。怪我识人不清，害得你们受了冤屈。妍妍，林文渊作恶多端，勾结匈奴，意图谋反，谋害朝廷重臣，早朝就是他的死期了。要是抓不到那个老东西，你也不必再回来了。是，
学生沈子阳见过老师。子阳，深夜逃访，可是有何急事？老师，此次前来是有一件天大的事要告知您，关乎江山社稷，也关乎我侯府的冤屈。哦，何事如此严重？你慢慢说。老师，当年我府遇刺，并非江湖仇杀，而是兵部侍郎林文渊一手策划。他因为嫉妒我爹深得陛下重用，便派刺客行刺，还派他府中的奶娘去毒杀我妹妹沈清言。幸好那奶娘心软，换了一个孤儿，我妹妹才得以保命。你说什么？林文渊竟然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，还有没有其他证据？我本以为沈岩也与其勾结，没想到啊！大人，此事千真万确，那奶娘如今就藏匿于我侯府，她还偷了一封林文渊与北境匈奴往来的书信，书信中明确记载了林文渊勾结匈奴，意图谋反的阴谋。我父亲明日早朝便会将此事奏禀陛下，特来告知老师，希望老师能一同参奏林文渊，揭发他的罪行。林文渊这个逆贼，实在是不忠不义，罪该万死。学生恳请老师帮忙。子阳，你放心，明日早朝，老夫定会全力相助，参奏林文渊。更何况前些日子，他的小女儿仗着他的权势欺负老夫的小女，老夫正愁没有机会惩治他。如今他犯下如此滔天大罪，老夫定不会放过他。多谢老师，有老师相助，我父亲定能顺利揭发林文渊的阴谋，还我侯府清白，也还天下一个公道。不必多礼，惩治逆贼，保卫江山社稷，乃是老夫的职责。你回去告诉你父亲，明日早朝，老夫定会与他一同将林文渊的罪行一一奏禀陛下，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。是，学生谨记老师的话，这就回去禀报我父亲。林文渊结党营私，勾结外敌，意图谋反。今日终于有了铁证，明日定要让他身败名裂，株连九族，以儆效尤。有事启奏，无事退朝。陛下，臣有本奏，臣要揭发兵部侍郎林文渊勾结北境匈奴，意图谋反，谋害臣与臣女的滔天罪行。陛下，臣冤枉啊！臣对陛下忠心耿耿，对大元江山鞠躬尽瘁，怎么可能勾结匈奴，意图谋反？永宁侯你我多年交好，亦不可能谋害你们父女啊！您为何要如此污蔑臣？永宁侯，你说林文渊勾结匈奴，意图谋反，可有证据？陛下，臣有证据。这是林文渊与北境匈奴往来的书信，上面有他的亲笔字迹和匈奴使者的印记，详细记载了他勾结匈奴、意图谋反的全部计划。另外，臣还带来了当年参与此事的证人王桂兰。陛下，臣不认识什么王桂兰，更未曾见过这封书信。这老东西还狡辩呢。不过我爹都还没说他认识王奶娘呢，他便急于自证。传证人王桂兰进殿。启禀陛下，老奴王桂兰当年是林文渊府上的奶娘。当年林文渊不满陛下重用永宁侯，嫉妒之下派刺客潜入侯府，想要重伤永宁侯，夺取兵权。后来得知侯府小姐逃脱，便派老奴去毒杀小姐。老奴心软，找了一个孤儿调换了小姐。一派胡言！陛下切莫信了这老妇的栽赃。老奴回去交差当晚，无意间听到林文渊与手下交谈，得知他与北境匈奴勾结，意图谋反，还下令要杀老奴灭口。老奴偷了他与匈奴往来的书信，连夜逃亡，如今走投无路，只能投靠永宁侯。恳请陛下为老奴做主，揭发林文渊的阴谋。你这个老钱婆，你胡说揭发逆贼！你分明是被沈岩收买，故意诬陷我。陛下，您千万不要相信他的话。林文渊，作为朝廷命官，理应注意言行举止，你这般成何体统？陛下，臣有本奏。林文渊不仅勾结匈奴，意图谋反，还教子无方。他的小女儿仗着他的权势，肆意欺压朝中大臣的子女，前些日子还欺负了臣的小女，可见其家风败坏，目无王法。如今永宁侯有书信为证，有证人作证，林文渊的罪行确凿。臣恳请陛下严惩林文渊，以正朝纲，以安天下。林文渊，你这个逆贼！朕待你恩重如山，
重用你为兵部侍郎，你却狼子野心，勾结外敌，意图谋反，还敢谋害忠良及其子女，教子无方，目无王法，真是不忠不义，不仁无礼。陛下，臣冤枉啊！求陛下明察，臣真的没有勾结匈奴，没有意图谋反啊！这样的书信他家可多了，加起来够他死100次了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敢狡辩？是否还需朕派人去你家书房查证啊？传朕旨意，将林文渊罢官夺职，打入诏狱，株连9族，其家产抄没，勾结匈奴的党羽一并彻查，严惩不贷。来人，将林文渊打入诏狱。陛下英明，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沈岩，你揭发逆贼，有功于朝廷，朕赏你黄金100两，绸缎1000匹。王奶婆勇气可嘉，朕赏你白银50两，准你安享晚年。谢陛下恩典。我都没见过左相妹妹，她为什么会邀请我去赏花宴呢？听闻她被巫瑶族那个男毒师哄骗，觉得有点丢脸，特意办个宴会相看新男人，人多才热闹嘛。哦，那这不就是大型的相亲会？那我可不去，我还没到相亲的时候呢。这有什么呢？又不是去了必须配对，这种相亲现场吃瓜最好了。就算你不相亲，看看热闹总行吧？谁？我还以为有人要暗杀我呢。相约于左相家的赏花宴请柬，这给谁的？给我的吗？看着不像啊，多年前我还是个乞丐呢。香的，怎么看着写纸条的都像是个女的？怎么会在我这里啊？别猜了，是左相家妹妹捡的那个毒尸。毒尸？这纸条该不会有毒吧？可不是说他之前被赶出去以后被人牙子捡走送到青楼里了吗？唉，那不是昏迷了不能反抗吗？他是被青楼的人发现是个男的，被打醒了，一气之下用毒给青楼上下都毒晕了。那他还敢来赏花宴？赏花宴那么多人，他稍微乔装打扮一番混进去也没人知道。而且这次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，身上带着的都是制毒阴狠的药，打算控制住一个皇室子弟。所以我现在是被盯上了吗？这纸条特意扔给我的，你只是一个郡主，他瞧不上，这是给太子的。太子为什么？这毒师在青楼的时候听别人聊天说，太子有龙阳之好，喜欢男扮女装的男人，就动了心思，打算直接勾引他，这样一来就能快速掌握去国信息。那太子也够倒霉的，被男人骗一次就算了，现在被第二个男人骗。那这纸条为什么会在我这里啊？宫里地形复杂，毒师第一次来分不清，绕来皇后的寝宫，以为这里就是太子的东宫，没想到里面住的是来学习的你。现在纸条被你拿到了，毒师明日勾引太子的计划怕是要泡汤了。那不行，那太可惜了，这是太子殿下的桃花，我怎么能毁了他姻缘呢？我现在就给太子殿下扔回去。而且明天我倒是要看看这毒师打算怎么做，及时阻拦。要是纸条送不出去，打草惊蛇了，下次还不知道能不能抓住这个毒师。太子的瓜可不能错过，明天定要凑凑热闹，看看这毒师有多大本事，能不能把太子骗到手。哎，小乖，太子的艳遇来了，有瓜吃喽。是我，姑娘，你为何会出现在这里？你是谁家的姑娘？为何我之前从未见到过你？太子殿下，臣女是左相府上的远房表亲，臣女的玉佩丢掉了，想来是落在附近了，正在寻找呢。姑娘若是遗失了东西，需不需要我帮你一起找？多个人手来找，想必找到的也会快一些。那可太感谢太子殿下您了。这女子怎么瞧着怪模怪样的？这女子看着比太子还要高一点，太子什么眼光啊？别的不说，你们两个为啥也在这里啊？还不是因为你迟迟没出现，我们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，结果是搁这儿鬼鬼祟祟的偷窥太子约会呢。就是，哎呀，什么叫偷窥啊？我这是帮太子看看这个人有没有古怪，免得他再被骗。几个人偷窥也不知道藏着点，哪里比我高了？这不差不多？他们三个肯定是嫉妒我有桃花运，才故意这么说的。臣女早就听闻太子殿下英明神武，风姿卓越，今日得见殿下，心里觉得比传闻中更加让人倾慕啊。咦，太子是眼瞎了吗？不，
我觉得他是心盲，这么明显都看不出来。哎，小怪，他一会儿打算怎么动手啊？孤男寡女还能怎么的？他准备装柔弱，倒在太子怀里，趁机下手。嚯，那还真够厉害的哟。不过太子能接住吗？原来他倾慕于我，才这般设计，倒也无妨。这女子身形有力，说话也淡定自如，日后若是成了太子妃，东宫想必也会被治理得井井有条。到时候沈清言他们指不定会多羡慕。哼，这太子一看就是傻子，随随便便使些手段就能上钩，真是没救了。抱歉姑娘，一时情急，唐突了姑娘。不过姑娘，你的手为何如此粗糙有力粗壮？你的身躯又为何如此高大威猛健壮？太子殿下，民女呢打小就生得康健，所以说呢，比这一般的女子长得是稍微高大了一点。但是如果太子殿下嫌弃民女这份身躯，那我不活了。不嫌弃不嫌弃，我是一时情急说错了话，姑娘莫要往心里去。太子殿下不嫌弃啊？那好啊，我以后呢就时常来这个地方来陪着你，陪您聊聊天，陪您散散步，给您解解闷。反正你一个人也怪孤单的。你真与我之前遇到的所有姑娘都不一样。废话，当然不一样了。这个是个男的，能和其他姑娘一样吗？太子这智商真是没谁了。男的？青言提醒我了，这寻常女子再怎么健康，也不至于这般高大。难道这真是个男的？你是男的？太子殿下说什么呢？民女有些听不明白。这太子是怎么发现的？我早已用药物浸泡一夜，所有男人的特征都隐藏了起来，绝对不可能发现才对。心存了敬畏。如厕有仇。你这个男扮女装死人妖！这太子就算不喜欢难看的，也不至于这么欺负一个弱女子吧？确实有损皇家威严。太子刚问的那是啥意思啊？咋一下就能确定对方是个男的？那是男人之间的暗号，是男子茅房都有的暗语，这个只有男人知道，女人根本不清楚。那你怎么知道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们三个总该看够了吧？太子殿下，好巧啊！太子殿下，你误会了，我们不是偷窥狂，是赏花宴要开始了，他们已经在前厅了，我们是来叫你去前厅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们先去，我随后就到。还好你聪明，快走快走快走，别被太子发现我们是故意来看热闹的。这么喜欢男扮女装，这就把你送去净身房。见过安宁郡主。啊，这么多好吃的，那可不能浪费。看，我就说吧，果然不是在温夫人身边长大的，没见过什么世面。你瞧瞧这吃相，身上透着小家子气，哪有半点郡主的样子？可不是嘛，瞧他吃起东西来，像8辈子没吃过饱饭似的，急急忙忙狼吞虎咽的，真是太不体面了。经理稍微有点身份的小姐，哪个不比她端庄的多？真是丢脸！快别说了，皇后来了，小心被听到。见过皇后。行为举止异教，品行败坏可难改。安宁郡主多年在外，你们可是从小生长在大家里的闺秀。都落座吧。皇后娘娘，这宴会光是赏花吃酒，未免有些沉闷。今日大家齐聚一堂，臣女平日里修习古琴，不如斗胆为大家演奏一曲《春江花月夜》，来为娘娘和各位助兴。只是臣女平时才艺疏浅，有弹得不好的地方，还望娘娘各位海涵。这是柳贵妃的侄女吧？她怎么来了？哎呀，
真是丢人现眼！自己姨母红杏出墙，他居然还敢来赏花宴献艺，又不是亲的。皇上看在李奇晓这么多年跟在柳氏身边也没享福，纯受苦的份上免了他的连坐。他现在急于表现，也是想给自己挣条出路，嫁个好人。你怎么知道男人茅房里会有那个暗语啊？你怎么这么八卦？我说会把我憋死的。你求啊，多求我几次，我就告诉你。哼，我才不求你。哎，我怎么觉得李奇晓深情演奏的时候表情有点不对劲啊，怪怪的。当然不对劲了。今天这场宴会明面上说是赏花，可谁不清楚这就是一场变相的相亲宴。他这么大劲儿的准备才艺，才不是为了一支钗，他是有喜欢的人，他是有喜欢的人。他喜欢谁呀？快说说，是哪个公子哥？你大哥沈子阳。咋是我大哥呀？他怎么会喜欢我大哥？他本来在宫里过的日子就惨，天天帮贵妃干坏事，后来柳贵妃又被赐了毒酒，他彻底失去依仗，却听闻你被封郡主，前途无量，便想攀附上你家的关系。先不管他想嫁的人是不是我哥，单说他一个姑娘家，敢在这么多人面前主动求赐婚，就挺让我佩服的，勇气可嘉啊。什么玩意儿？你跑偏到哪儿了？她想嫁给你哥，根本不是真心喜欢，只是想借着你家的势力翻身。什么情况？他来之前就想明白了，今天这场宴会无论如何都得跟沈子阳扯上关系，哪怕最后求不来赐婚，也要闹出点外人都看见的纠葛，让两家再也没法彻底撇清。难不成他又要下药？这么多人，他就不怕下错人，被人发现吗？你大哥那桌摆着的糕点里早就被人下了扣心香，这扣心香是种邪性的药，人一旦服下去，半个时辰后就会浑浑噩噩，下意识被薄荷香气吸引，像被勾了魂似的，会不由自主地朝身上有薄荷香的人凑过去。我说这空气中怎么有一股若隐若现的薄荷味？只怕都是李奇晓身上的吧？对，等会儿药效上来，只要他故意往你大哥身边走两步，恐怕就会不受控制直接扑上去，到时候就说不清了。所以最后在旁人眼里看到的，就是我大哥在大庭广众之下对李奇晓动手动脚，轻薄一个未出阁的姑娘家，到时候我哥就算有嘴也说不清了。没错，到时候人证物证都在，就算有100张嘴也说不清道不明，只会越描越黑，你家的名声也会受影响。大哥，那块糕点好吃。这李奇晓也真够胆大包天的，光天化日之下居然敢打沈子阳的主意。不过沈子阳也是，既然知道这糕点有问题，为何还敢吃下去？难道他对李奇晓也有那个意思？不对，我哥要的就是让李奇晓安心看到他吃下那块糕点，否则李奇晓还会在别的地方下毒，到时候更难防备。只有和沈子阳之间真正有了夫妻之实，皇后赐了婚，永宁侯就算再不愿意，也只能接受我这个儿媳。哎，他就这么走了？什么意思？中了扣心香的人会疯了一样找薄荷香的气味，所以只需找个地方静静等着就行。我要是再快一步，就能拦住我哥吃那个糕点了。话说回来，也怪我哥贪吃。今晚我一定要盯着我哥，不能让他被李奇晓占了便宜，绝对不能让李奇晓的阴谋得逞。我哥呢？谁见到他离开了吗？娘，从下午到现在都没有看到我哥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他不会有事，府内下人多，有情况会及时禀报的。于安跟我讲了在花园发生的事，我就派人盯着子阳了，应该不会有问题吧。
夫人，奴婢下午散席之后，在园子里碰到李小姐，她说她跟着小姐来府中做客，身子有些乏，想去客房那边休息。可是她贴身带的香囊掉在地上，奴婢本来想给她送回去，结果，结果什么？这个李奇小胆子真大，竟敢偷闯侯府。你放心说，有我娘在，没什么可怕的。结果，奴婢到客房的院子那边，看到一个男人鬼鬼祟祟的跟在李小姐身后，贴着墙根，踮着脚往李小姐的房间挪，看着有点像大公子。完了完了，还是没拦住，这不就是小怪说的，中了药的人会不自觉跟着李奇小走？我哥该不会真的要出事吧？不管是不是大公子，事已至此，我都要亲自去瞧瞧。随我去客房。这里面怎么听着像个男的在说话呀？这里面不会是我的声音吧？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本太子当然是来找沈兄玩呀。小声点。我大哥不会真有些什么不为人知的脾气吧？要不还是劝劝娘别进去了，给我大哥留点面子。让他沈子阳方才笑话我，现在轮到自己遭殃了吧？不可能，大哥明知里面有圈套，反正里面的人绝对不可能是大哥。不会真的是子阳吧？我儿怎会中如此伎俩，让人看了笑话。但倘若子阳真的对李奇晓做了些什么，那我们捏着鼻子也只能认了。哎，我这就去参与，哦不，帮助沈兄。雨安，你快来啊！我还想再听一会儿，再不来看不到精彩的了。哎呦我的天，看我哥被打成什么样子了，成何体统！李奇晓，你怎可如此对待沈公子？竟然是你！温夫人，李元，你竟做出如此龌龊之事！李奇晓在我府上做客，你竟敢尾随闯入，究竟有何用意？我冤枉！一个男的有啥好叫？不过这是咋回事啊？按道理说来的不应该是我哥吗？哇，你哥找到了吗？小怪，你终于醒了！我恢复能量了，我来帮你查查。原来你哥沈子阳在宴会上找借口离席，已服下解药，跑去地下室藏起来了，屏蔽了系统信号，难怪我们找不到他。至于这个男的，是李元。李元是谁？他啊，就是整天围着大哥转，拍大哥马屁的小狗腿子啊！上次还借着大哥名义吃霸王餐，欺负弱小。我哥竟然没收拾他，真是心胸开阔的正人君子啊！什么君子？你哥转头回去就叫人给李元揍了一顿，揍得他好几天没下得了床。那他怎么出现在李奇小屋里的？那个叫什么香的，不是只下在了我哥的糕点里吗？你哥揍他的时候是私下揍的，这李元蠢得很，挨了揍也没察觉是你哥干的，还一如既往地凑上去拍你哥马屁，自认为是你哥最要好的好朋友。他职位不高，桌上糕点没沈子阳的好，
他见沈子阳没在，就偷溜过去吃了他的糕点。论嘴馋能惹多大的祸？这两人的样子，怎么看着和平时的男女分工反过来了？女强男弱吗？有意思。到底发生何事？他为何变成这样？温夫人，太子殿下，我刚刚有些累了，就想过来休息一会儿，是他突然闯进来，非要让我用鞭子打他，我根本就反抗不了。太子殿下，臣真的是冤枉啊！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这里，我醒来，我发现我就在这儿，而且我根本没要求李小姐她打我呀。这明显看来是李媛被欺负了吧？李媛，方才之事真的是李奇小欺负了你？若是他胆大包天，做出这种辱没男子铭记之事，不必多审，按律应该处以绞刑。太子殿下与我会为你做主。冤枉！冤枉！太子殿下，臣妾真的是冤枉的。温夫人明鉴，求温夫人垂怜，小女只是一个弱女子，怎能强迫得了这李媛？她双脚又没有被绑住，如果她真的想逃，她为什么不逃？是她就喜欢玩这种游戏，如今被大家知道了，她就想把锅全往我身上甩。再这么下去，两个人都讨不了好。李七小说的也没错，刚刚被抽的时候，除了痛，那也挺爽的。今夜一事是我们一时情难自禁，并非什么强迫之举啊。温夫人，太子殿下，请恕罪。其实臣和李七小早就情重义和，私底下也早已心意相通。今夜一事是我们一时情难自禁，并非什么强迫之举啊。还请殿下念我们一片真心，饶了我们吧。我何时？今天这事没能让沈子阳遭罪，现在李媛都这么说了，也只好顺着情投意合的趋势走下去，否则等他们发现什么蹊跷，可就真的走不出这大门了。我是这样的。刚刚我们只是在玩闹，我们在玩话本里演戏，一时没把握分寸。哦，对，让各位误会了，实在对不住，还望太子殿下与温夫人恕罪。这么烂到极致的理由，不过李媛竟然改口得如此之快，她不会真的有点什么痞去吧？这是没跑的喽。莫不如顺水推舟，让他们狗咬狗，免得这李奇小再算计到我头上。二人既有情谊，只是一时行事失当，并非大奸大恶之举。若真严惩，反倒落人口实，也误了你二人前程。倒不如成人之美，本太侠明日就去请父皇为你二人赐婚吧。青颜妹妹做个见证。臣女定当全力配合。谢太子殿下成全。时候也不早了，你二人也好好休息吧，莫要再玩什么把戏。这吃饱了饭就开始打盹儿，怎么不回房休息啊？我来陪爹爹用茶，我娘呢？昨日不知道怎么的，你哥跑去地下室睡觉，感染了风寒，你娘正照顾他呢。为了躲李七小，我哥真是委屈了。无妨，喝点药就好了。小怪，我们走之后，那两个人是不是打起来了？打是打了，不过不是你想的那种打。哎，你自己看吧。让再打一次！这倒也算是一对佳人啊。妍儿在说什么佳人啊？是想寻觅良人了吧？我不是。皇上不见了！
你说清楚，什么叫皇上不见了？侯爷，这今日早朝后，皇上就说想一个人去御花园散步，奴才等了半个时辰才过去，结果皇上消失不见了。宫里上上下下都找遍了，就是找不着皇上啊！无奈之下，皇后娘娘命小的来寻求侯爷的帮助。他好吵啊！看来我爹要发飙了。竟然有人在皇宫内绑架皇上，把本侯与百官当死人不成？皇帝叔叔到底是被谁绑走的？我查不到，我要见到成皇帝本人，才能看见是谁干的。那你能查到皇帝叔叔现在在哪里吗？我可以试着定位，但你也知道，定位会损耗我的能量。查到位置后，恐怕会像上次一样休眠一段时间，这时间里就不能帮你了。小怪，那就拜托你了。好的，正在查询，目标地点锁定。皇宫西南角宫殿后方有一处牢房，成皇帝就在那里。系统能量不足，陷入休眠。姐，陛下在西南角牢房，我带你去。背上侍卫，随本侯去西南角牢房。爹，怎么有2个皇帝叔叔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2个人，一个是真的，另一个是谁假扮的？这2人的身形面容一模一样，确实难以分辨出真假。不过这歹人为何要模仿陛下的样子？可惜小怪已经陷入休眠，不然定能分得出来哪个是真的皇上。他这是想要狸猫换太子，把真的皇帝关起来，用同样的脸出现在朝堂之上，这样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掌握齐国。可他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将他堵到此处，正好他和真皇帝一起假装被绑架，企图蒙混过关。那现在也只能等他们醒来，再分辨到底谁是真谁是假。侯爷，要不要先给2位陛下松绑？不必，本侯倒要看看谁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敢谋害皇上，把他们分开，绑到2根石柱上。遵命。沈爱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沈岩，你来了！哎，你是谁呀？怎么假扮成真的模样？哎，你又是谁呀？分明是你假扮的我，我才是真的，我才是真的，我才是真的！侯爷，这怎么分得清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？不如这样，我们按照平时皇帝叔叔的喜好提出一些问题，这样就能判断谁是真，谁是假了。好法子。皇室礼仪与宗族礼仪并不相通，陛下自小勤恳学习，熟知礼仪规矩，臣就以礼仪为考题来考一考。我是皇帝，我讲究啥礼仪啊？沈岩考这个意欲何为？难道是想反其道而行之？来吧，难不住朕。没问题。第一题，皇帝祭祀前一般吃什么食物？哼，按照制度应当先进行斋祭，有啥就吃啥。祭祀的时候不都是端啥吃啥吗？这2个人回答，一个天一个地，性格截然相反啊！哎，青岩，是我呀！左边这个怎么奇奇怪怪的？我离他远点。哎呦，你这孩子，哎呀！这题很简单，学过的人都知道，下题才是最重要的。第二题，在朝堂之上，第一排臣子发生了异响，声音宏大，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。身为皇上，你们如何处理啊？朕会让他安静点，再吵就让他出去。朕会以95之尊的身份考虑臣子的自尊心，朕会当作什么都没听到，提起别的事情，转移其他人的注意力。好，说得很好。哼，当皇帝有什么难的？要我说，就应该我来当这个皇帝。哼，都看见了吧，我才是真的皇帝。像他这样的，这么简单的问题都答不上来，吊儿郎当的怎么当皇帝？依我看，应该把他丢到大牢才对。哎，你竟敢踢我啊！呸！你呸我，我也呸你。你当过皇帝吗？
啊？你说的这些都是假大空，要我看，应该把他扔进大牢才对。我呸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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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了好了，还请陛下审问些。将此事告知太傅，请太傅前来。老夫算得上陛下的老师，想必我的题应该难不着真正的陛下。有劳太傅了。太傅学识渊博，出的题定然严谨。我平日里也颇爱研读典籍，肯定能答得下来。太傅最喜欢剑走偏锋，你这个假货马上就要暴露喽。老夫的问题很简单，这道历史问题问历史上刘备、三顾、茅庐分别是哪采天去的？这出的是什么历史问题啊？哼，朕知道，前2次是公元207年隆冬，第3次是公元208年初春去的。这么简单都答不上来，你才是那个假扮的皇帝！哎，你懂什么？这种历史偏门知识对当皇帝有什么用？依我看，我才是那个最适合当皇帝的人。臣这问题虽看似偏门，却能考告心性与学识，并非无的奉食，也能看出你们的眼界与格局。等会儿，下一道题目，朕要求沈清言来出。我？对，清言，你一向性格沉稳，应该知道问什么问题。我第一次和皇帝叔叔见面是什么时候？3个月前。爹，这怎么回事啊？我明明第一次和皇帝相遇是在侯府的，这歹妃怎么也知道啊？我的好侄女啊，这种事情随便一打听就都知道了。对呀，况且你现在是坐镇朝堂的安宁郡主，说不定这家伙早就把你的信息打听了个遍。感觉不太对劲啊，虽然左边那个有点奇怪，但是现在这个总让人有种危险的感觉。哎呀，清言，我有什么好奇怪的？这个人才是真的危险！胡言乱语什么？你怎么知道我心里想的什么？因为我能。忘了不能说出能听清言之身的事情，差点又要去见太奶了。太傅，本侯知道谁是真谁是假了。太好了，沈爱卿，我就知道你能认出我来，我才是真皇帝，你快给我解棒，我要狠狠收拾这个冒充我的人。我才是最适合当皇帝的人，我要励精图治，一统天下！混账东西，连皇帝你都敢绑，自古都是狸猫换太子，你可好，狸猫换皇帝。本侯前些日子练武把沙包打烂了，你来了正好，你敢？我有何不敢？打得好啊，沈清武力不减当年啊！沈岩，你认错人了吧？我才是真皇帝啊！你当过皇帝吗？你就适合当皇帝。皇帝在位10年，齐国不断发展，百姓安居乐业，各行各业兴旺发达，这么好的治理，凭什么让给你个不知名的东西？你才是真的，我才是真的皇帝啊！所以左边才是皇帝叔叔，也真厉害。要不是刚刚皇上想要说出清言的心声，差点窒息，我也分不出来哪个才是真的皇上。陛下的功课自小便是老夫传授的，老夫的题，陛下怎么可能答不出来？要不是为了看你到底想干什么，老夫与永宁侯岂能容你这般放肆？沈爱卿，太傅，还好你们来得及时。要是再迟些，朕恐怕早就被这家伙扔到护城河里了。齐国也差点被这种小人掌控了。都是清言的功劳，要不是他，我们还得费些功夫才能找到陛下。清言，这救驾之功，朕一定好好赏你。陛下没事就好。陛下，你这也太不谨慎了，一个好端端的皇帝就这样被人掳走了，说出去让人笑话。是朕疏忽了，待会儿出去，朕就加强宫里的防备，绝不允许这样的情况再发生。爷爷，我醒了！太好了，小怪，你终于醒了！你都不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。对了，你知道这个假扮皇帝的人到底是谁吗？我看看，是和庆王，他早有叛国之心，之前兵败后就被关押在天牢里。
啊，那他不应该在牢里吗？他哪会真的坐以待毙？入狱3天后就疏通关系，找了个替死鬼，借着替死鬼假死脱逃了。他是怎么弄得跟皇帝叔叔一模一样的？脱逃后，他吃了特制的化形丹，易容成了陛下身边的近身公公，日日待在陛下身边，专门模仿陛下的一举一动、展情语气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取而代之，完成他的叛国大计。今天他就是趁着陛下独自散步，趁机将陛下绑到了这里，再用化形丹易容成陛下的模样，想混淆朝野视线，趁机掌控巨国，投靠敌国，这就是他筹谋已久的后果。他就如此笃定能天衣无缝吗？就算脸和动作学得像，他哪来的自信，觉得自己能撑起帝王气度？再说了，有个学人卿在身边学自己，皇帝叔叔一点没发现吗？一来他易容的身份太隐蔽，是陛下信任的近身公公，陛下根本不会设防；二来他刻意收敛锋芒，只在私下练习，面上始终恭敬，陛下自然没察觉。这奸人实在狡猾，这陛下实在蠢笨。这谁能知道和亲王心里有这种阴谋诡计呀？朕还以为他兵败后早已悔改，更没想到身边亲近的公公竟是他易容假扮的。他模仿的差不多后，还故意借着公公的身份，偶尔故意出错试探陛下的底线，确认陛下毫无察觉后，才敢动手绑走陛下。他的心思就是先弄死皇帝，再弄死皇帝身边的人，完成他的篡位图谋。他这也太想当然了，和亲王懂怎么当皇帝吗？就他那点见识能耐，就算能蒙混一时，也迟早会露馅。更何况他还怀着叛国之心，简直是自寻死路。这么喜欢当公公，那朕就成全他。陛下作为帝王，应当小心谨慎，您还需多加勤勉学习。小怪，幸亏有你带我们找到了皇帝叔叔的位置。没什么啦，这是我为宿主应该做的。陛下，如何处置？朕的大禹有哪9种酷刑啊？启禀陛下，和亲王死了。怎么死的？是咬舌自尽。估计是知道自己叛国之罪败露，难逃严惩，所以就先行了断了。一会儿就将和亲王的尸体挂于城门墙口，将他谋反、假死脱逃、易容假扮谋害朕的罪行满城张贴告示，公之于众，让他死了都遭人唾死，也让天下人知道谋反的下场。朕以皇帝之尊宣示天下，太傅永宁侯与安宁郡主沈清言于危难之际挺身而出，同心救驾护国。其中沈清言郡主揭穿和庆王叛国阴谋，太傅与永宁侯亦倾力护驾，3人皆功不可没，其忠勇睿智，朕心甚慰。即日起，特赐安宁郡主沈清言或与亲王同定待遇，享宗室至荣之礼。另赏安宁郡主赤金1000亿、东珠100颗、珊瑚树1对，张其首功。臣谢过陛下。陛下圣明。臣女谢过陛下。太傅加官1品，赏黄金1000两，锦缎100匹。永宁侯晋封3等侯，赏良田1000顷，黄金500两，以彰3人救驾之功，为天下忠良之心。此旨既出，朝野共遵，不得有违。以郡主身份享受此等殊荣，这也是我取国开国以来第一个。安宁郡主的能耐，你我都心知肚明。有这样的郡主，是天佑我取国。这安宁郡主若是皇家子嗣，皇上怕是也要把她的皇位传给安宁郡主。沈家姑娘真是女中诸葛啊！哪里，小女愚钝。沈大人教女有方啊！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二位还是莫要折煞我家小女了。这些人说的也太夸张了，皇帝叔叔就算再怎么疼我，也不会就这么草率的把皇位给我吧？再说了，当皇帝一点也不好，还不如自在逍遥。大臣们说的真没错呀！若清言是朕的孩子，朕就把皇位给他了。有他在，国家才能更安稳。启禀陛下，新国使者已经抵达京城外围，次日即可抵达皇宫。新国使者来干什么？这个时候来访，不会和亲王的叛国之事有关吧？邻国这次来没安什么好心，是想要远国上贡，臣服于他们。而且这使者里面还有个陛下绝对想不到的人。让朕意想不到的人，难道也是和叛国有关的人？凌若公主那个假死叛国的驸马爷，他与新国勾结好了，这次跟着使者一起来，怕是有更大的阴谋。若儿那个假死的驸马爷，正愁没办法收拾他，没想到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。这笔叛国抛妻弃子的账，也该好好算算了。小怪，
你昨天说兴国使者里有灵若公主和那个假死的驸马爷，他们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妍妍，这事儿说起来就长了，得从灵若公主刚嫁给驸马爷的时候说起。刚嫁过去就有问题？什么瓜？快说来听听。表面上是这样啦，可在灵若公主怀孕期间，驸马爷就不安分了，在外沾花惹草，还跟一个女子纠缠不清。什么？公主怀着孕，他竟然做出这种事，太过分了。那个女子是谁？那个女子根本不是普通人，是兴国派来的间谍，故意接近驸马爷的。间谍？也就是说，从一开始就是一场阴谋。驸马爷他不知道吗？一开始应该不知道，他就是被那女子迷惑了，一门心思扑在她身上。后来灵若公主生下了一个小公主，过了3年，那女子要回兴国，可他们还是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。真是执迷不悟，有公主这么漂亮的妻子，还有可爱的女儿，他竟然还惦记着那个间谍。他那时候日夜茶不思饭不想，满脑子都是那个女子。那个女子怂恿之下，他就动了歪心思。他派人散播他在战场上受了重伤，医治不及时死了的消息，想脱身偷偷去兴国找他。假死？他为了一个间谍，竟然连自己的妻儿都不要了，无可救药的恋爱脑，可不是吗？他逃跑的时候，刚好遇到了刚会开口说话、懵懵懂懂的小公主。小公主拉着他的衣角喊爹爹，他怕自己的计划被泄露，就狠心把小公主毒晕了。毒晕？他怎么能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手？那小公主怎么样了？那毒药伤了小公主的眼睛，从那以后，才3岁的小公主就失明了。畜生，太畜生了！这种人怎么配当父亲？当时有个丫鬟躲在树后面，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了。后来丫鬟就把事情一五一十的告诉了灵若公主和陛下。陛下肯定大怒吧？这种叛国又狠心的人，绝不能轻饶。陛下得知后大怒，立刻下令追杀驸马爷。可他跑得太快，已经逃到兴国了，在兴国安顿了下来。真是便宜了他。他这次回来就是想赢得兴国皇帝的信任，在兴国站稳脚跟，安安稳稳的生活。做梦！他害了灵若公主，还害了无辜的小公主，如今竟然想窃取宣国机密，我绝不会让他得逞。既然来了，就好好招待。虽然兴国地方小，人口少，但也不能怠慢，不能让他们觉得我们倾国礼仪差。是，看皇上这个意思，用最差的规格招待，准没错。敢回来，看朕不扒了你一层皮！驸马已经假死脱身了，跑到兴国逍遥快活，又回来干什么？嫌自己活得太舒服了，回来找虐来了？小怪，驸马爷的计划是什么？想拿着允国的情报，在邻国换了个官职。这次使者来访也是他撺掇的，一举拿下允国。拿下玉国？用啥拿呀？总共就来了2个人，这驸马难不成还想拿自己的脸当通行证，刷脸拿下玉国吧？你还真猜对了。驸马在邻国的时候，不知道听谁说灵若公主为自己守身的事情，认定灵若对自己情根深重。这次回来就打算私下找灵若坦白，重新和灵若联络感情。这也太不要脸了！伤害了灵若公主1次，现在想伤害第2次。等我见到这个死渣男，我一定狠狠收拾他。这次定叫此人有去无回，让人狠狠揍他，扒光了扔在灵若面前，好好叫灵若出口恶气。也不用等了，驸马已经悄悄潜入御花园找灵若公主了。现在2人已经见面了。什么？你说你是我死了几年，棺材都被我拉出来烧了的驸马？灵若，其实我当年没死，那件事情另有隐情。那你倒是说说，有什么隐情？灵若，我当年在战场上身受重伤，我醒来之后就失去了所有的记忆，直到前不久，我才想起了以前的事情。失忆？对，灵若，我知道我对不住你，所以我恢复记忆以后，就马不停蹄来寻你了。让我们还像以前一样，做一对恩爱夫妻。这女人还是这么好骗，不过这么几句话，就打算原谅我了。
爱夫妻，恐怕和你做恩爱夫妻的人不是我吧？凌若，你什么意思？你在外面是不是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事情？林若可别说啊，被驸马发现，我们知道他的真面目就坏了。青岩怎么会在这儿？这是他的心伤吗？虽然你借着和程红帝逛御花园的机会及时赶来了，可凌若都这么表态了，驸马应该是要放弃和凌若攀关系了。驸马这渣男，假死叛国那么多年，第一个就找凌若公主下手。要是现在撕破脸，这小人如何计划叛国，我们就很难知道了。原来他回来是要对付圣国，真是奸佞小人。凌若怎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？难道他发现了我与兴国皇叔的秘密了？你在外面是不是还有别的女人？不然为什么让我苦苦等你这么多年？凌若，我发誓，我从来没有过别的女人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有一个预感，我想着有个人在等我回家，所以我这些年一直都是一个人。好恶心！要不是知道你的真面目，还真要被你这副痴情的嘴脸给骗了。那你这次回来还走吗？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很想你。凌若，只要你肯原谅我，我这辈子再也不会离开你半步了。太好了，我和雅儿终于可以和你团圆了。当年你死了以后，雅儿就为你哭瞎了眼睛。什么？雅儿她……凌若，我会好好补偿雅儿的。不过，我听说你把我的棺材都挖出来烧了。你也别怪我，这些年来我一直带着雅儿给你守寡，你死了一了百了，留下我们母女俩整日被痛苦折磨。我一时气不过，就把你棺材拉出去烧了。你不会怪我吧？凌若性子骄纵，做出这种事，倒是也情有可原。凌若，没关系，我们回家吧，回去看看雅儿。皇帝叔叔，你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们不是要去御花园吗？哎呀，青岩啊，当皇帝真的不容易啊，朕实在分不开身呐。哎呦，你看你额头上的汗，赏花赏累了吧？快快坐下歇会儿啊。看刚才那样子，林若姨母不会真的对这个贱男心软吧？多亏朕聪明，引导青岩去竹林那边偷听凌若和驸马谈话。想必凌若已经听到了青岩的心声，知道那驸马不怀好意。到时候驸马再有什么行动，凌若也好做些手脚。我真聪明啊！使节一路上奔波了几日，辛苦了。来到玉国，我们一定好好招待贵客，千万不要客气。多谢陛下盛情。我听说苑国近些年发展非常好，光是吃食就有许多新奇的吃法。我这次来苑国呀，刚好也能好好感受一下。请吧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太不尊重人了！嘿嘿，怎么把咸菜和丸头给端上来了？这就是左相说的好好招待。怎么了？这吃食有什么问题？这都是我曲国百姓辛辛苦苦种的，都是新鲜的粮食。什么新鲜不新鲜？你们这分明是对新国的侮辱，对新国的不尊重！好，我们这次来是要跟你商量一下两国和平相处的问题。把你的臭手给我放下！我们男人说话，其他人尽量不要插嘴。谁以前还不是个男人呢？一直都挺和平的嘛，是你们一直在那里找事儿。我们女国地大物博，是一块肥肉，他们自然惦记。这些年一直想方设法扳倒玉国，都没成功，失败了这么多次，哎，也太有毅力了吧！我们希望曲国以后每年向我们新国上交1/3的作物，黄金1万两，并对我新国居民进入原国解除限制。也好搭建两国和平建邦的桥梁。
没问题。皇帝叔叔被刺激傻了吧？敢问新国可有更好的东西来交换？要不就把你们全年的作物收成、国库税收通通的交上来。至于新国百姓自由出入羽国，简单呀，只要让他们自愿放弃新国的身份，换成羽国的，自然而然就可以自由出入了。我想皇帝陛下没有明白我的意思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们每年上交，我们新国是不用做任何物质交换。哦，简直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是心疯了不成？新国人疯了吧？苍蝇大小的国家要求我们给他上贡，自己坐享其成，他凭啥呀？根据我的调查，他们凭借的应该是驸马。驸马？驸马凭借着之前对皇宫的了解，打算让凌若带自己去皇宫里偷窃虎符，等偷到后，就以凌若公主未死驸马的身份，顺理成章地操控弃国军队，偷虎符，控制虚国军队。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啊！原来打的是这个主意啊！哎，皇帝陛下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我听说贵国派来的是2位使臣来访，朕怎么只见到的是你一个人呢？这个嘛，还有一位身体不适，怕给皇帝陛下带来病气。毫无礼节的东西！我们去国讲究的是一个团圆，既然你们人都凑不齐，朕实在无心和你们谈论此事。你来皇兄寝宫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我这不是好久没来宫里了吗？咱们好不容易破镜重圆，我怕皇上知道了生气，就想着来宫里看看，有没有什么东西能讨皇上开心的。我可以直接跟皇兄说啊，你私闯寝宫，要是被皇兄发现了，他会生气的。我这就去问皇兄。凌若，你帮我在外面望风就好了。你要是去问了，皇上肯定会察觉的。凌若，我这也是为了我们的家呀。你想啊，皇上要是高兴了，他就不会追究我死而复生的事情了。凌若，我想光明正大的恢复我的身份，恢复我们一家人的关系。好吧，那你一定要快一点，千万不要被发现。是虎符啊！哎，凌若公主就这么把渣男放进皇帝叔叔的寝宫了？对，驸马已经从陈红帝的枕头下面找到了虎符，马上要过来了。看来成功拿到了，接下来好办了。陛下。皇帝叔叔的防备心也太差了。虎符这东西一般不都藏得很深，怎么这么轻松就让渣男找到了？哎，这是凌若死去的夫婿啊！你怎么在这儿？小怪，这驸马为什么一点伪装都没有啊？就这么不怕被认出来？他离开弃国军队都好几年了，面容虽然有些相似，但这会儿还不能做 DNA， 没证据表明他就是流落驸马。陛下，臣是新国的使节之一，自小在新国长大，从来没来过云国，自然也不是凌若公主的夫婿。哎呀，那可真是太巧了，这简直和凌若死去的夫婿一模一样啊！可不是嘛！赐座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我们是否可以继续我们刚刚讨论的话题了？哎，不急，我们曲国在商量国家大事之前有个讲究，所有人必须沐浴更衣焚香，才能正式开始。陛下，臣从来没听说过有此规矩，
嗨，你是新国人，自然不知道我们齐国的规矩。我怎么也第一次听说这个规矩啊？你不是第一次参加这种大事吗？虎符现在就在我身上，要是沐浴更衣，虎符就藏不住了。到时候别说统治齐国，能不能走得出去，都是另外一回事。尊敬的陛下，我们在来之前就已经先行沐浴更衣了，不如就免去这一步秀，直接开始吧。这可是我们齐国的规矩，来到齐国的地界，我劝各位还是遵守规矩的好。陛下，臣身体不适，这沐浴更衣确实不太方便，我就不去了。此等国家大事，每个人都要沐浴更衣，身体不适，找个工人好好伺候就是了。咱家会好生伺候着的。你一再执意不去，可是身上带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啊？皇帝叔叔脑子转得真快啊，这就知道渣男身上藏东西了。一会儿将虎符搜出来，给人抓个现擒。陛下，臣本就身子骨弱，方才来的路上又染了风寒，真的不太方便。哦，你若实在坚持，朕也不强人所难。你既然不愿，那就要搜身，看一看你身上到底带没带不该带的东西。陛下，朕乃一国之君，行事自然要谨慎。陛下，朕乃一国之君，行事自然要谨慎。来人啊！是。陛下，臣是邻国使节，不是齐国的犯人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，不得无礼。搜！陛下，这是我齐国用来驱动军队的虎符，这东西一直藏在朕的寝宫里，你是如何得到的？陛下，方才议事的时候你不在，是偷偷潜入朕的寝宫偷虎符去了。这符藏得如此隐秘，若是宫中无人帮忙，你万万拿不到的。是谁？是谁带你去拿的虎符？陛下，臣冤枉啊！是灵若公主，臣方才在来的路上与公主相遇，她拽着臣，非说我是她的驸马，便将此物塞到我怀里了。对，是灵若公主。臣本来想将此事告知陛下的，但一时情急，没来得及解释。哼，这渣男简直突破我对道德认知的下限，竟然能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情，利用了公主不说，现在还反过来倒打一耙。传灵若公主进殿。皇兄，你找我？为什么齐国的虎符会在这个人的身上？你给朕解释解释。皇兄，灵若不知道。你好好看看你身旁跪着的这个人的脸。夫君，你怎么会有虎符？你方才跟我说去皇兄的寝宫，就是为了偷虎符？灵若公主，臣是新国来的使节，不是你的夫君。这虎符是你刚才硬塞给我的，不是我偷的。陛下，你也看到了，灵若公主神志不清，她把我认成了她的驸马，这才将虎符塞给我，说是什么为了哄我开心。皇兄，不是这样的，他就是我的夫君，他跟我说他没死，回来找我了。那你可有他是你驸马的证据？公主好可怜，小怪，你有没有什么证据能证明这个渣男就是之前的驸马呀？不然这样下去，灵若公主就要被皇帝叔叔骂了。我也不清楚，灵若公主和驸马毕竟夫妻多年，只看灵若公主能不能想起什么胎记一类的标志了。皇兄，我有证据，驸马的胸口有一块红色的胎记。来人，把他的衣服扒开。你果然是灵若死去的夫婿，如今假扮成新国人到齐国，是何居心？陛下，臣你欺上瞒下，藐视皇家威严，理应当诛。来人，将此人打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虎符在此，谁敢造次？现在虎符在我手上，给我把程红帝拿下！虎符在我手上，还不快点行动！我说驸马呀，你是离开去国太久了，连虎符都不认识了？你好好瞧瞧你手里那块虎符吧。这是假的？这明明是我才偷的，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
去告诉皇兄，驸马已经拿到假的虎符了。是。拖下去！好精彩的场面，我都多余担心皇帝叔叔和公主殿下，他们应付渣男这种小卡拉米易如反掌啊！他是我兴国的人，就算处置，也轮不到你曲国来处置。哼哼，轮到谁处置？你以为是你们说了算吗？现在是朕的地盘，把这个狗东西也给朕打入大牢！你们这是准备跟我兴国开战了？我兴国实力强劲，你们只要动我一下，兴国会让齐国血流成河！哈哈，笑话！我大曲国岂会怕你一个小小的兴国？压下去！好，你完了，你完了！兴国会让齐国灰飞烟灭的！皇帝叔叔真帅，真有气势。皇兄，这兴国知道了，怕是会对我们发难。不足为惧，不足为惧啊！小怪，灵若公主的女儿眼睛失明许久，你有没有办法能治好？有办法，需寻3样东西：深山雪莲花、百年何首乌，再加上晨露浸泡的枸杞，熬制成汤，每日服1剂，半月便可复明。公主莫忧，我方才掐算一番，得知雅儿公主的眼疾并非不治之症。好轻言，若是我儿眼睛恢复光明，本宫必然重重有赏。需寻深山雪莲花、百年何首乌，再用每日清晨的浸泡枸杞，三者一同熬汤，每日1剂，坚持半月，千金的眼睛便能复明。快派一队精锐侍卫，即刻前往深山寻雪莲花和百年何首乌，再安排人每日清晨收集晨露，务必尽快寻齐所有药材。是。好。启奏陛下，百官已齐，恳请陛下启朝议事。众卿平身。今日早朝重点1、2件事：边防守卫与粮草调配，有本即奏，无本便退朝，莫要拖沓。谢陛下。陛下，臣有本奏。江南水患刚过，百姓刚能勉强吃饱饭，实在无余粮可交。如今雨季未到，庄稼长势不佳，若强行征粮，恐引发民怨，动摇社稷根基啊！陛下，臣有异议。边关一切安稳，但新国近来频频在边境调动兵马，形迹可疑，必须加派精锐人手防备，绝不能让他们有机可乘。另外，此前臣奏请的边军粮草调配，至今毫无动静。兄弟们在边关啃干馍、喝冷水，臣今日前来，就是求陛下抓紧征粮，解边军燃眉之急。副将军，你不可胡来！你既要加兵又要征粮，这不是添乱吗？百姓尚且自顾不暇，强行征粮必生乱子，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？你少在这儿跟我唱反调！你当户部尚书掌着天下钱粮，只知守着粮库怕吃亏，全然不顾边关将士的死活。兄弟们在边关抛头颅洒热血，你却在京城享清福，还好意思跟我谈责任？我看你就是迂腐，拎不清。我的天，这朝堂都快成说理的菜市场了，太有趣了！服了服了，这俩货吵得我耳朵都起茧子了。副将军嗓门再大点，都能把正和殿的瓦给震掉。够了，都别吵了。轻言啊，轻言，我的好郡主，你可别光看着热闹不说话。这还没结束啊！小怪，快想想办法，这俩杠精吵得我脑壳疼。有没有既能给边关凑粮，又不折腾老百姓的法子？赶紧的，别磨叽。这还不简单？本系统可是百科全书，听好了啊！陛下，臣有一策，既能解决边关粮草之急，又不扰百姓生计，恳请陛下一听。轻言，快说说。方才那是什么声音啊？不过这一个小郡主能有什么好办法？陛下，郡主娇贵，哪能知道这些事情？这老头至于吗？不就是一个小丫头吗？陛下，其实法子很简单，一是让老百姓修河堤，不白干，管饭还给粮，既安民心又顾水利；二是让粮商捐粮，给点减税、刺头衔的好处，他们肯定愿意出力；三是用咱们的盐铁跟离国换粮食，既防着他们在边境捣乱，又能凑齐边军粮草。这样一来，啥问题都解决了。
郡主这法子好啊，两全其美，太聪慧了。这法子，臣怎么就没想到呢？陛下，郡主所言极是，是臣目光短浅，只想着守着粮库，没能跳出常规，想到这般两全之策，是臣糊涂。臣自请前往督办粮草诸事，征粮、联络粮商，与离国商议盐铁换粮，全包在臣身上，定不辱使命。知错能改，便是好事。此事便交由你全权负责，务必尽快落实。若办不好，朕可不饶你。臣遵旨，定不负陛下与郡主所托。郡主，对不住啊，刚才是末将太急躁了，说话没分寸。没想到你年纪轻轻，竟有这般远见卓识。你这法子比我瞎嚷嚷管用多了，末将心服口服。没事没事，副将军性子直爽，我懂，都是为了大齐，不必这般客气。这副将军真是个直肠子，前一秒还撸袖子吵架，后一秒就服软，也太可爱了。青颜聪慧过人，一语解了朕的心头大患，真是朕的左膀右臂，大齐之栋梁啊！宁郡主聪慧过人，乃大齐之圣人，有郡主在，我大齐能国泰民安，边境稳固。群臣谬赞了，臣只是尽己所能，为陛下、为大齐分忧而已。这郡主是真厉害，以后可得多向她请教，可不能再像今天这样冲动了。陛下，郡主之策虽解了粮草之急，但新国异动未消，臣恳请陛下加派3000精锐前往边境驻守，以防他们突然发难，还请陛下恩准。准奏，朕即刻下旨，加派3000精锐归你统领，务必守好边境。若新国敢越雷池一步，便予以迎头痛击，绝不能让他们得逞。臣遵旨，定不负陛下所托，守好大域边境，寸土不让，护好边关百姓。陛下，臣今日便启程，前往江南粮商聚集地及盐铁产地，督办粮草诸事。10日之内必能凑齐边军所需粮草，按时运往边关，绝不让大元的好儿仗挨饿。好，朕便等你的好消息。此事办得妥当，朕定重重赏你。若有差池，朕必严惩不贷。臣谨记陛下嘱托。今日虽解了粮兵两难，但新国始终是隐患，得提醒副将军多加防备，可不能掉以轻心。宿主，检测到新国兵马调动频率增加，大概率是想搞突袭，赶紧提醒副将军，让他加强边境巡查。副将军，新国使节还在我们这儿呢，他们必然不会善罢甘休。你前往边境后，务必加强斥候巡查，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，切勿掉以轻心。多谢郡主提醒，末将定当谨记。抵达边境后，第一时间安排趁手加强巡查，绝不给新国可乘之机。好了，今日朝议便到此处，众卿各司其职，务必把各自的事儿办好。退朝。臣遵旨。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副将军，此前是臣迂腐，未能体谅边关将士的不易，还请将军莫怪。此次征粮之事，还需将军多费心协调边境与粮商、盐铁产地的事宜。有任何需要，臣必全力配合。尚书客气了，都是为了大齐，为了边关。我之前也太急躁了，说话没分寸，也请尚书海涵。有郡主的计策在，咱们齐心协力，定能把事情办好，绝不会让兄弟们在边关挨饿，也绝不会让新国有机可乘。安宁郡主，今日多亏了你，不然这粮兵两难的事还不知要吵到什么时候。郡主聪慧过人，真是我大齐的福气呀！老臣谬赞了，我只是运气好，想到了法子而已。真正办事的还是副将军、户部尚书和各位大人。还是小怪厉害，要是没有你，我也想不出这么周全的法子。那可不，也不看看我是谁。不过宿主也不错，能把我的法子说清楚，没给我丢脸。郡主，今日多谢你提醒，末将已让人快马加鞭，通知边境侍候加强巡查，定不辜负陛下和郡主的信任。改日末将备下薄酒，还望郡主赏脸，让末将略表谢意。副将军不必多礼，提醒你是应该的，薄酒就不必了。你能守好边境，护好边关百姓，就是对陛下、对大齐最好的报答。郡主，臣先行启程，前往江南督办粮草，定不辱使命，早日将粮草运往边关。尚书一路保重，万事小心。
青岩，今日多亏了你解了朕的心头大患，有你在，朕很放心。陛下谬赞，臣只是尽己所能，为大齐分忧。启奏陛下，新国使者递来宣战书，言明3日后将举兵来犯，特来呈请陛下预览。新国贼子竟敢猖狂挑衅！即日起，朕亲自率兵讨伐新国，是要平定边境之乱。陛下英明，臣等愿随陛下出征。陛下，我也去。青岩，战场很危险的，可我如今也是大禹的一份子呢。我作为记事官，理应要去记录将士们的英姿飒爽呀。你就是想去看英俊潇洒的士兵们吧？陛下，臣请战。臣乃武官出身，蒙陛下恩封侯也，愿随陛下出征，为国效力，更愿护小女青岩周全，绝不让她有半分闪失。我来这里这么久了，我也是齐国的人，我愿意为齐国效一份力，有父亲护我，我不害怕。好，哈哈哈哈！好，既有沈侯爷请缨护驾，又有青岩郡主同心效力，朕何愁不平新国？准奏，沈岩、沈青岩随朕一同出征。臣遵旨。陛下驾到，安宁郡主到，永宁侯到。参见陛下，参见安宁郡主，参见永宁侯。收复新国，安宁郡主与永宁侯居功至伟。即日起，朝堂之上，安宁郡主权力与帝王同等。沈岩护国有功，沈家世代可入朝为官，另赐黄金1000两。恭喜安宁郡主，恭喜永宁侯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青岩，今日带雅儿出来逛街，特意绕到侯府，多谢你让雅儿重见光明。这份恩情，本宫和雅儿都记在心里。谢谢青岩姐姐，雅儿现在能看清好多东西啦。看到雅儿公主这般鲜活，我也高兴。以后好好看着这世间光景就好。雅儿长得真漂亮，跟那个心术不正的驸马一点都不像。妍妍，你可别提那驸马了，他被行刑的时候吓得都尿裤子了，别提多丢人了。真的假的？那也太没骨气了。上回咱们说到求新两国边境大战，那真是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。咱们大元的定国公傅大将军，那可是天生神力。只见他怒喝一声，双拳齐出，竟生生震碎了新国的铁甲战车，敌军当场吓得魂飞魄散，丢盔弃甲而逃。我听说傅将军当时一人一马，直接冲进了新国的中军众，把人家主帅都给拎出来了。那可不，要不是傅将军神勇，咱们哪能有现在的太平日子？我的天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那战车明明是傅将军带着几个士兵搬着粗木桩砸沉的，怎么到他嘴里成了傅将军徒手震碎的？这算收敛的了。我刚才还听见楼下茶客说，傅将军一个人打退了新国10万大军呢。还有更离谱的，难不成还能说傅将军能飞天遁地不成？那倒没有，不过有人说他一顿能吃1头牛，一拳能砸他一座山，跟个山精似的。要说这一战最大的功臣，首推咱们的安宁郡主沈青岩。郡主那是9天仙女下凡，不仅能掐会算，还能撒豆成兵。新国布下的10面埋伏，郡主一眼就看穿了，随手一挥就召来天雷，劈了敌军的粮草营，吓得新国皇帝当场跪地投降。更有咱们永宁侯沈岩，那是老当益壮，跟着陛下御驾亲征，一杆银枪挑翻了新国8员大将，护得陛下中军帐稳如泰山，父女2人齐上阵，那真是一段千古佳话。我什么时候撒豆成兵赵天雷了？还有我爹，明明是带着亲兵守住了侧翼，怎么就成了一杆银枪挑翻8员大将了？这些人编故事也太没谱了吧！还有，坊间都在说你和你爹2个人带着一队亲兵国的联营就闯了个7进7出，比当年的长跑坡将军还神勇呢。咱们当好，陛下御驾亲征之时，身先士卒，冲入敌阵，手中长刀一挥，一刀便砍翻了8个敌国将士。
那真是威风凛凛，帝王之气尽显。服了，陛下明明全程都在中军帐里坐镇指挥，连前线都没去几次，怎么就一刀砍8个了？合着这场仗，个个是身怀绝技的神人了是吧？百姓们念你们的好，才编出这些故事的嘛。再说了，能让百姓们安心，传的神点也没什么不好呀。如今人人都好起来了，百姓们安居乐业，不再受战乱之苦，这一趟沙场之行也算值得了。太傅，沈侯爷，学生今日前来，一是恭贺侯爷出征凯旋，立下赫赫战功；二是专程来谢过2位的教导之恩。陛下出征之时，多亏太傅全程提点，日夜辅佐，学生才明白为君者的责任，懂得了何为体恤民情，何为江山社稷。建国期间才没出什么差错，也多谢侯爷出征前特意留下书信叮嘱学生，教我遇事沉稳，多听多问，以百姓为先。学生一直记在心里，不敢有半分忘记。太子殿下，快请起！殿下本就聪慧仁厚，只是从前少了些历练。此次建国，殿下把漕运、赈灾诸事都打理得井井有条，百姓们都交口称赞。能有这般长进，全是殿下自己心怀百姓，并非我与侯爷的功劳。太傅说的是，太子殿下能在陛下出征之时稳住朝堂，安抚百姓，守住大齐的根基，已是难得。往后能一直这般心怀百姓，守好这江山，便是我大齐万民之福。过几日，我打算去京郊的州县看看，体察一下民情，看看百姓们的收成，还有什么需要朝廷解决的难处，也能多学些东西，不辜负陛下和前线将士们拼下来的太平。好，好，好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户部尚书张志和于元新之战中督办粮草调度有方，保障大军后勤无虞，居功至伟，特赏黄金100两，进俸禄1等。镇边大将军傅惊鸿戍守边境，屡立奇功，远新之战中身先士卒，杀敌破阵，有勇有谋，特进封定国公，赐10业千户，钦此。臣谢陛下隆恩，定不负陛下所托，此后必恪尽职守。陛下圣明。夫人，你怎么跑到边境来了？这里刚打完仗，还不太平，多危险啊！你怎么不提前给我捎个信，我好派人去接你？陛下的封赏圣旨都到府里了，你进了定国宫，这么大的喜事，我自然要亲自来跟你报喜，顺便来看看你这个在边关吃苦的大将军。辛苦夫人跑这一趟了，快坐快坐，喝口热水暖暖身子。一路过来累坏了吧？看在你这次立了大功，进了国公的份上，我跟你说个好事儿。哦，什么好事？快说来听听。以后你的月例生活费翻3倍，再也不用偷偷藏私房钱买酒喝了，也不用每次跟下属喝酒都要找借口赊账了。陛下，你快看这幅双面绣，针脚细密的几乎看不见针孔，配色灵动鲜活，连凤凰的眼神都绣得活灵活现，真是极品。果然是好手艺，这针脚，这配色，宫里的老绣娘都未必能绣得出来。这是哪家小姐的作品？回陛下、皇后娘娘，这是永宁侯府2小姐沈雨安的作品。这次选秀，沈小姐送来了10多件作品，每一件都堪称精品。这幅百鸟朝凤是其中最出挑的。这孩子真是心灵手巧，我就说看着这风格眼熟，果然是温书月教出来的孩子。你看他的3个孩子，个个都这么优秀。太傅举荐沈子阳，说他在户部当差这些年兢兢业业，从无半分差错。此次大军粮草调度，他跟着张志和日夜核算账目，督办转运，在后方守住了粮草根基，出力甚多啊！朕已经准许他官升1级，任户部事了。如此说来，改日臣妾定要下帖子，邀温书月去皇家山庄避暑，好好跟他讨教讨教育儿的经验，看看他是怎么教出这么3个优秀的孩子的。陛下，你看可行？哈哈哈哈哈！准了，当然准了。温书月教女有方，确实该好好讨教。
再说沈玉安有这般手艺，留在侯府可惜了。传朕旨意，封沈旭安为上宫局司知、正五品，掌宫中织染诸事。以后宫里的仪仗、龙袍绣制都可交由他督办。陛下爱才，慧眼识珠，实乃大虚之贤主。妍妍，你已看完部分人物的结局走向了。天色已晚，检测到侯府有好吃的，我们快回去吧。真的？那我们快走吧。今日这桌家宴，庆贺衢国大胜新国，边境再无烽烟，百姓得以安享太平。而我沈家也承蒙陛下恩典，屡受嘉奖，是为喜上加喜啊！来，咱们一起喝一杯。恭喜父亲，恭喜妹妹，你们在前线浴血奋战，获此殊荣，实至名归。儿子敬你们一杯，愿父亲与妹妹往后平安顺利。恭喜爹爹，恭喜姐姐，你们是沈家的骄傲，也是我和哥哥的榜样。好了，都快坐下吧。近来天气愈发炎热，我反倒没什么胃口，这般油腻的菜肴倒是不如清爽凉菜爽口。对了，明日府里开门施粥，记得让厨房多备些凉菜，给前来领粥的百姓也解解暑。都听夫人的，我这就让人吩咐下去。娘，你也别愁没胃口，再过些日子，皇后娘娘要邀请您去皇家避暑山庄小住，到了那里气候凉爽，您定然能多吃些。妍妍，皇后娘娘还没下旨，你怎么就说出来了？坏了坏了，一时高兴忘了分寸，怎么就说漏嘴了？得赶紧想个借口搪塞过去，不然就露馅了。想来是青颜平日里喜欢算卦，许是算出来皇后娘娘有此心意，才随口一提的吧。是啊，爹爹，我就是算卦算出来的，随口说说而已。还好，爹爹帮我解围了。万幸刚才没一时糊涂，贾子阳刚要官升一级，雨安要去上宫级当司知的事也说出来，不然就真的收不住了。陛下恩典，孩子们皆有前程，沈家也算不负朝廷，不负百姓，真好。爹娘，往后我定当更加勤勉，在户部尽心履职，做好每一件事，不负家人期许，也不给沈家丢脸。我也是，我会踏实学好女红，尽心做好分内之事，谨守本分。能去上宫局当司知，是陛下的恩典，我一定要好好做，不能让大家失望。他们怎么突然热血起来了？吃饭也这么卷？可能世家子弟都喜欢这样给自己加油打气吧。这大千史录太奇特了，既有百官奏事、设计决策的正经记载，竟还有皇家世宗的八卦，文旨还细腻的很。可不是吗？连沈侯爷父女沙场并肩的细节都写得清清楚楚，还有世家的趣事，不知是谁编得这么详实。这册子近来抢疯了，没人知道作者是谁，只听说落笔很认真，既有家国大事，也有人间烟火气。这里记录了安宁郡主是我国第一位女御前记事官，这书莫不是她的手笔？妍妍，主线任务100%完成了，你改变了齐国的命运，平定了战乱，让百姓安居乐业，也让所有你在意的人都有了圆满的结局，超额完成了系统的所有任务指标。按照系统规则，完成所有主线任务后，你可以选择回到现实世界。我现在就可以开启传送通道，你想回去吗？小怪，徐国还会兴盛100年有余，对吧？是的，妍妍，无论你选什么，我都陪着你。你想回去，我们就一起回去，回到你熟悉的现代生活。你想留在这里，我们就一起守着这万家灯火，看遍这人间烟火，走遍这大衢的山河万里。我永远都跟着你。